玄木记第3季第23集。姚真离开东周之后，也像是丢了魂似的，转悠了好久，才回到昆仑山。回府之前，姚真特意用水洗了洗眼睛，不能让人看出流了泪，强挤出了一些笑意，方进了府。侍女们齐声喊道：“恭迎姚司回府！”青鸾看见了姚真，哟，回来了！姚真赶紧满脸堆笑：“回来了，回来了！你们怎么样？痊愈了吗？大家现在好着呢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难为大家了。来，前庭摆宴，全年陈酿统统拿出来，我要好好款待大家。”好啊，昆仑山好久没热闹了，我去告诉大伙儿去。好酒好菜都准备好了，大家都入席了。姚真起身：“这些年来，大家为这个桃林操了不少心，前些日子还险些伤了性命，我姚真心中也十分过意不去。大家真的辛苦了，姚真敬大家一杯。”姚真一饮而尽。谢志笑了：“弄得这么严肃，不就是看个园子翻个地吗？何来辛苦？大家都不在意的是吧？”大家纷纷点头：“这都没什么，闲着也是闲着。谁辛苦都没有司法天神辛苦，天天东奔西走的。”姚真听到大家这么说，心中也很欣慰。谢志借着几分酒意：“姚真啊，自从昆仑建了司法天神府，虽说这地位上来了，但也真不如原来那么自在了。你这样能不能搞个祭赛会什么的，大家乐呵乐呵，好好玩耍。”喝的舌头都理不直了，还祭赛会呢。旁边的西河也笑了：“谢志虽是喝多了，但这话也在理儿，咱们搞一个呗。”姚真想了想：“好，就依了你们，这事就交给谢志了。”大家纷纷鼓掌叫好。这些年天帝赏了我诸多宝物，各路仙友也时常送我些奇珍异宝，我也无处用，到时候挑拣些好的当做奖品，都送与大家。大家更开心了，有唱歌的，有跳舞的，好不欢乐。只有姚真一人渐渐没了笑意，看着桌上有一大坛子好酒，捧起来就要灌下去，但刚要喝，又缓缓放下。青鸾看见了：“怎么，这酒不香吗？这可是满庭芳，除了那眼泪酿造的梨花泪，就属它最香了。你不喝，拿来我喝。”姚真笑着递给了青鸾：“算了，喝得酩酊大醉，有失司法体统。你们喝吧，我去南州查看。去吧，司法大天神。”姚真刚要走，突然想起刚刚青鸾提到的梨花泪。对了，我万年前埋在那梨园的酒，可等到了那一滴有缘的泪？没有呢。要真酿出了梨花泪，还不满昆仑都飘香。也是，好酒难酿。说完便向南州去了。不多日，东宫收到了好几十箱子的奇珍异宝和一封信件，这些便是姚真派人送来，特意感谢东周王的搭救之恩的。陶陶一边摸着这几十箱子的奇珍异宝，一边感叹，样子十分滑稽。看，还是人家昆仑山呢。默默略带嫌弃地说：“都说上一个昆仑是3界珍宝储藏室，看来这个昆仑也不逊色呀。你再看看咱们这穷嗖嗖的样，哪像个君王身边的，倒像是耕田种地的。那你明儿个去昆仑当差吧，还在东宫做什么？得了吧，我可怕那母老虎，人家是母老虎不假，但这次来咱东宫，我看也是柔情似水，一点没有在南州打仗时候的厉害样子。那你说他为什么要拒绝主人？我看他看主人的眼神也是含情脉脉啊。”给我的感觉是他并不是没看上主人，而是有什么苦衷。但主人肯定不是这么想，主人本是一州之王，先是挨了他一剑，这又细心体贴地照顾了他这么多天，那痴心早就溢于言表，他最后头也不回的去了，露营也不要了，主人这颗心又是2次伤害呀。这有一封信，给主人去。等他从禅房出来吧。这日艳阳高照，姚真正坐在桃园里晒太阳，神杖在桃园的上空盘旋，口里时不时地向下吐着水，
浇灌着桃林。青鸾走来，挺悠闲啊。姚真笑了，来啊，陪我在树下坐会儿。青鸾在姚真旁边坐了下来，抬头看了看这片桃林。这神杖之水果然不同凡响，浇了这水不过几年，这100年桃树竟长得像1000年桃树一般结实。姚真一边点头一边打了个哈欠。是啊，这水真的很不错。哎，对了，那祭赛会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，都准备好了，打算下月挑个吉日就开始。对了，我和西河从储藏室调了几百件宝贝做奖品，你有空过目一下吧。才几百件，少了，再多挑一些，你们看着好就调。过目什么？我昆仑山也没有贪婪的生灵，也用不着茶呀点的，麻烦。你和西河看着合适的就拿去。那行。话还未说完，只见天边飘来一神官，对着姚真喊道：天帝宣司法天神，速速进宫。姚真略皱了下眉，犹豫了一下，向天宫飞去。姚真一进大殿，发现通天教主坐在副座，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。天帝开口道：姚真啊，最近有神官弹劾你，说你最近越发轻狂了，还擅改地府条律，可有此事啊？回禀天帝，姚真并没有真正改动地府条律，只是临时变通了一下，摘活人脏腑，摘修炼人脏腑，看着活人一点点痛苦死去，这等邪恶更加严惩。所以只是在这一件事上，姚真加大了一些惩恶力度，可能会给地府的鬼吏增加了些工作量，这点是姚真疏忽。通天在一旁笑：天帝莫要动气，他不过是改了改地府条律，不是多大的事情，他还敢改天庭的律不成吗？天帝脸一沉：问你呢，姚真，哪天会不会再把朕天庭的律也改喽？是师叔想改吗？姚真可并无此意。通天冷笑一声，没抬头。天帝赶紧说道：姚真，还有神官说你用司法神杖中的天水浇灌自家园子，可有此事？姚真一听，心中一紧，臣无意中发现这神杖中的天水非常利于植被生长，出于好奇，就用神杖浇了浇。通天一边摆弄着茶杯，一边说：定是个好园子，还值得用天水浇。哪天我和你师父去瞧瞧。姚真有些心虚，不过镇定了一下。姚真是出于好奇，给昆仑山浇了浇水，犯了徇私枉法之罪，请天帝责罚吧。天帝想了想，2件事加一起，罚你10年的俸禄吧。姚真刚要领旨谢恩，就听通天笑道：陛下，我这侄儿比您都富有啊，这昆仑山要什么没有，何须在乎几年俸禄？那你说怎样罚好？别，我无此意，只是怕神官们不服。想想司法天神，也当闭目沉思几年，也能略减些轻狂之气。闭门几年？那这3界的邪魔还不反了天？看看，3界少了你，难道还要大乱不成？这轻狂之气多么浓烈，正应当让你闭门思过。姚真已经忍无可忍，将司法神杖向地上一立，跪下：陛下，这司法天神着实难当，3界也不少我一个，谁若能拿得动这神杖，就让谁当去吧。通天看姚真急了，趁势而起：姚真越发的无礼了，还敢威胁陛下！天帝不愿再听，叹了口气，直接隐去了。姚真看天帝走了，通天还未训斥完，连理都没理他，起身就走了，独留一根司法神杖和通天教主在大殿。通天看着这根神杖，嘴角露出了一丝贪婪的微笑，缓缓向神杖走去。刚想伸手去拿，那神杖龙头上的龙眼突然睁开，怒目圆睁地死死盯着通天。通天没有防备，被这股浩然正气震慑了一下，向后退了一步，便不再打神杖的主意了。神杖随后又自行飞到姚真的身侧。通天越想刚才的一幕越是憋气，眼神中闪过一丝阴冷萧杀。
姚真回到昆仑，赶紧到桃园下了结界，并用法力劈出了个池子，让神杖变成苍龙，再让苍龙吐水灌满池子。谢志、西河、青鸾听说姚真回来了，都赶去桃园问发生了什么事。姚真说，有神官弹劾了我，说我篡改地府条律，还说我用神杖水浇自家园子，师叔也在那儿，估计又是紫云山捣的鬼。改地府条例那事我不怕，天帝若要罚就罚去，只是这桃园我怕他们起疑，再不能大张旗鼓的用神杖浇园子了，只得储水浇灌，所以我劈了个池子。谢志捋了捋胡子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谨慎些也好。最近成阴成阳之气找得怎么样了？姚真摇了摇头，随缘吧。西河说，若是希望渺茫，也不必太在意这园子，没有成阴成阳也结不出果子。姚真叹了口气，哎，我也想开了，随他去吧。只是这桃园耗尽了我们多年心血，也是我当初发了愿的，即便此事终不能成，我也得护他周全，也算我对这份愿尽心尽力的，结果就随他去吧。说完，又用法力在池子边上造了张床。我这几日就不回寝殿了，在这儿睡也踏实些。对了，祭赛会定日子了吗？西河说，定了，下月初2。好啊。很快初2到了，昆仑山的一场大型活动开始了。除了深山中闭关的修道人，几乎所有的生灵，无论是虫鱼鸟兽、花仙草仙、树工石帛，几乎都参加了。没有比赛的也都当了观众。赛中比的主要是一些功能神通的竞技类项目，比如变化法、搬运功、腾云驾雾、点石成金、舞蹈、花样飞翔、花样游泳等。赛后安排的是一场大型的宴会，宴会上肯定都是山珍海味、美酒佳肴，所以大家无论有没有什么神通的，参赛的兴致都很浓。青鸾问：“咦，姚真呢？”西河笑着说道：“是不是躲起来了？他也参赛吗？糊涂了，他参什么赛？论神通法力，昆仑山谁能比得过他？不过……”西河说到不过之时，露出一丝狡黠的笑。不过什么？说呀说呀。不过我昨天不依不饶地缠着他，一定让他表演个才艺，是我们都做不到的那种。看他给我们演什么。昆仑山这边真是一片热闹。巧了，东周今天也打破了这几日的冷清，是红军老祖的2个小童给清虚又送来了本神通秘籍，清虚这才从禅房出来。淘淘默默见主人出了禅房，很高兴，也准备了主人最爱吃的饭菜。席间，淘淘说：“主人，昆仑山送来了好多奇珍异宝。”哈，哦，有空我看看。看着主人的回答很平静，淘淘默默相视一笑，感觉主人应是放下了。对了，主人，司法天神还给了您一封信。清虚喝了口粥，哦，吃完我看看。正吃着饭，有侍卫前来和默默悄悄讲了几句话。默默点点头，那你让他继续任职吧。清虚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也不是什么大事，还是司法天神住在咱们密院的时候，无意间进了咱们汪西池下的密室，那俩守卫当时睡着了，后知道天神进来了，前来和我禀告，我罚了他们擅离职守之罪，刚刚惩罚结束，我又让他们恢复任职了。清虚一听，心中满是疑惑，心想：不对呀，那汪西池的密室就算无人把守，也只有我一个人能进，他是怎么进去的？这里要说明的是，因汪西池的这间密室是盛装往昔过往的，这间密室盛装的是伏羲大帝、女娲娘娘、西王母、东王公之间的过往，只有这4位主人才能进去。清虚想了想，把那封信拿来我看看。清虚拆了信看了看，没有什么异样的言语，寥寥几句话，都是些客套感谢话，底下的落款是姚真，这应是姚真亲笔所书。清虚反复看了看，也不觉得奇怪。他放下信件，又在想姚真到底是怎么进去密室的。突然他从座位上站起，拿起信来反复地看，
一个字一个字地看，随后便向汪西池奔去。清虚在汪西池仔细地翻阅上古时西王母留下的信件，他一手拿着姚真的信，一手拿着西王母的信，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观察。清虚惊叹道：太像了，太像了，这笔记太像了，莫非姚真乃西王母转世？清虚又皱眉疑惑起来，不对呀，我与西王母都是伏羲大帝之子，伏羲大帝人面龙身，所以我转生成了青龙，他也应是一条龙才对呀，怎么会转生成白虎呢？清虚放下这些信件，想了想，不行，我得去青海海底一趟，或许从旧昆仑的废墟中可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清虚一念就到了青海，说是一念，但也是有时间间隔的，只不过是很快的速度，像是瞬间。因那废墟在深海中的深海，为了方便，清虚就变回了应龙真身，潜入海底。